大家上午好，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48分，这里是交易修行成长驿站。本频道所有言论都将构成您的投资建议，切记一定要听清楚我的方法论。那好，我们继续回到比特币盘面，目前看的是 Coinbase 基准4小时线的 K 线图啊。上期视频我们说可能没有跌透，然后在这儿形成了类似双底的这种状态啊，然后下行通道的上沿走到这儿了啊，走到这儿以后怎么办？下方止损做多的朋友呢，继续持有啊，但是可以把止损线怎么样啊，抬上来，到至少81000附近。那现在细部的这个波动形态，我们去看的话，有可能是 ABCDE 的启动浪、推动浪。我们看一下1小时线，有可能是 ABCDE，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回调，斐波那契。如果这个调整浪结束了，继续上的话，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继续挪动这个止损位啊。现在我们要把止损位放在81300附近，通常它会回调到 0.618， 强势的时候 0.786 或者是 0.5， 如果 0.382 它都保不住的话，回调的时候那就很容易这个推动浪就不成立了啊。比如说这个位置啊 ABCDE， 它没能怎么样，没能跌破70点，最多可以跌到0的位置啊。所以说现在还是关键点，下行通道的上沿，长期上行通道的下沿，这一段时间一直就是在这儿，无论出现什么样的大的事件，它还是绕着这个8万到85000这一线来回摆动啊。这个位置吓破了很多人的胆，杠杆高的、比例高的朋友也应该有爆仓损失，各种都有。幕后的大手玩的就是这个，就是利用各种政经事件，然后来回摆，宽幅的摆，然后把大部分人都给干掉啊！只有这样才能怎么样啊？把大部分人的钱都给洗劫掉啊！所以资本市场是非常凶残的，尤其加密货币市场波动率比较大。那我们再看一下黄金，黄金还是继续向上，但是这个位置给了一个明显的顶背离啊。像这种情况下追高就不太建议啊。之前拿着的朋友，早期低位拿单的朋友呢，可以继续持有，你只需要移动止损就好。不要想着赚最后一个铜板啊，从最低点到最高点把所有的利润都吃到，这是乌托邦式的美好，不太可能，反而你会面临什么？利润回吐。我们再看一下纳斯达克100，也是疯狂的洗劫啊！这边放了
巨大的量能。如果调整结束以后，它还会继续向上，但如果这个位置是高点，它容易有这样的一个回调 A、B、C 的回调，这都是可能性，通常大概率出现的可能性啊。我们从来不会预判它一定会这样走，一定会这样走，不是。回到比特币类似这种情况也是一样的啊。之前说假设这个位置是低点，那有向上的可能，还有一个继续回调的可能。那这一部分呢就是同行区间，这边就是送分题。那现在呢4小时线没有什么底背离啊，但是日线明显的底背离啊，连续底背离，日线的连续底背离，通常这个时候它会给一个反弹。那给多少反弹？我们粗略的算一下啊，现在刚好走到 0.382，最少都会有一个 0.382 的反弹。如果这个调整浪，这个是 WXY 的调整浪，那这个反弹就要大了啊。我们把之前的这种可能性全部删掉。或者说波动难就难在这儿，它各种可能性太多了啊。如果说这个是高点 A、B、C、D、E， 那它就有可能怎么样啊？535的回调 ，ABCDE、ABC、ABCDE 535，大的 ABC 有这种可能性的回调啊。也就是说这个推动浪大的1、2、3、4、5的大的推动浪的回调，这样的话我们再画一个斐波那契15600低点到11万附近，然后它有可能回调到哪儿呢？大概这一线是55152，还是有可能的。但是现在明显给了日线的底背离，这种底背离往往都会伴随着比较不错的反弹，但是可能性啊，依然是可能性，所以我们脑子里头要想好怎么应对。如果下行通道、上行通道的这一关键位置站上去了，下方止损继续做多。之前已经拿着多单的朋友呢，只需要把移动止损位稍稍抬高，抬高到哪儿？同样是斐波那契啊，0.618下方，也就是81300附近。双剑闹铃，好，也就是这些啊，所以说已经非常清楚了，不用看太多的指标啊，没有意义。你要找
做多的理由可以找出一堆做多的指标数据，你要做空也能同样找出一堆做空的数据指标。所以说关键还是什么？进场时机啊，就无论是在这儿你做多做空都可以啊，它完全有可能怎么样，再继续回调都可以的，不是两头赌玩嘴皮子，而是什么？资本市场就是这样，你要两头赌的去应对，你的应对能力才能确保你的账户风险降到最低，有限的止损，然后剩下的就是运气啊。那好，这一节就分享到这儿，希望大家交易顺利，多多赚钱，我们下期再见。